女孩被怨灵强行上身，身体完全不受控制。巫师阻止他不要回答，一旦诗雅开口说出自己的位置，怨灵就会根据位置找到他们。나누고싶구나 세아야, 희세야. 随着手机掉落在地，诗雅彻底昏迷了过去。巫师不敢有丝毫耽搁，立刻摆好法坛，开始做法。他将诗雅的手机放进圣水的碗中，随后在她手腕上系上丝线，口中念起诗雅的生辰八字，她的魂魄便被强行拉入了诅咒空间。巫师叮嘱诗雅，只要穿过3道门，她的魂魄就能顺利返回身体，同时再三告诉她，进去之后千万不要回头，无论看到什么、听到什么都不能回头，一旦回头就会被诅咒永远困在里面。随着点燃第一炷香，一阵刺骨的诡异阴风突然刮来，诅咒空间正式开始。推门进去，映入眼帘的是瑞林高中熟悉的走廊，可这里却弥漫着刺骨的寒意。紧接着，他惊恐地看到了想旭自杀的场景，和那天教室里的画面一模一样。세아야。虚幻的想旭浑身是血，朝着他苦苦哀求，希望他能出手救自己。诗雅瞬间清醒了过来，他认出眼前的人根本不是真正的想旭，只是诅咒制造的幻想。明白这一点后，他强忍恐惧，径直穿过他的身体，成功跨过了第一道生死之门。紧接着，第二重幻境浮现，映入眼帘的是他父母车祸后的现场，满地狼藉，血迹斑斑，画面刺眼的让他无法直视，过往的伤痛瞬间席卷而来。父亲虚弱无助的模样，母亲不停拉扯着他，苦苦哀求他留下，试图用亲情的软泪动摇他的心智，引诱他回头。诗雅强压着心底翻涌的悲痛，他清楚这又是诅咒精心设计的虚假幻象，一旦沉溺其中就会万劫不复。他无视眼前的一切，径直迈步穿过幻境，顺利跨过了第2道门。等诗雅再次睁眼，身边出现的是铃铛和何俊。不用多想，这依旧是诅咒的幻想，两人的出现不过是为了引诱他回头。 세아야, 내 말 잘 들어. 문 안으로 들어갈 때 햇살이 절대로 뒤돌아보지 말라고 했잖아. 네 뒤에 있던 햇살을 저것들이 볼까 봐. 이젠 봐야 돼. 그래야 내가 저것들을 보고 처리할 수 있어. 보면 안 돼. 속으면 안 돼. 빨리 문을 찾아서 나가. 문 밖으로 나가면 안 돼. 우리 집으로 들어왔을 때 대문 앞에서 쓰러졌던 거 생각해, 세아야, 제발. 정신 차려야 돼. 나가야 돼. 여기 있어! 빨리 나가. 나가야 된다고. 세아야, 너 뒤에 저런 거 보고 있었던 거야? 네가 오지마! 세아야, 뒤돌아봐야 돼. 그래야 내가 천원 구할 수 있어. 뒤돌아봐! 眼看何俊就要做出和剑宇一样失控自残的举动，诗雅为了救同伴，终究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做法的巫师突然遭到强烈反噬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而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只能他亲自进入诅咒空间，把诗雅带回来。随着铃铛点燃最后一炷香，巫师强行进入了诅咒空间，很快就找到了诗雅。 저 문으로 나가야 돼. 뛰어. 巫师带着诗雅的魂魄奋力冲出了诅咒空间，有惊无险地回到了现实。诗雅的魂魄虽然被带了回来，手机的倒计时也随之停止，但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。 우리식으로 말하면 원령이 만들어낸 저주야. 그걸 해결하려면 원령이 머무는 저쪽과 우리가 있는 이쪽을 연결하는 매흉이라는 걸 찾아서 없애야 돼. 매흉? 무들매에 흉악할 흉. 저주의 힘이 담긴 물건을 매흉이라고 불러. 诗雅在诅咒空间里看到的那台红色手机就是埋凶的载体，必须把它带回来才能彻底破解诅咒。而这件事也只能诗雅去做。当晚诗雅在睡觉时，2滴鲜血滴落在她的脸上，瞬间将她惊醒。她惊恐地发现房间里竟然下起了血雨，紧接着一个诡异的女人出现在她面前，只见她缓缓抬起手指向诗雅的身后。 诗雅把梦境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巫师，巫师为她系上了护身绳结，能够短暂抵挡怨灵附身。只要绳结不断，巫师便能时刻感知诗雅的状态，及时护她周全。为了查清怨灵的来历，巫师安排了灵道和何俊一路随行，贴身保护诗雅的安全。
至于巫师为什么不能一同前往，因为一旦他离开巫堂，堂内镇压邪祟的法阵便会瞬间崩塌，不仅世雅会失去法阵庇护，四方游荡的怨灵也会冲破结界，大肆作乱，到时候所有人都会坠入万劫不复的绝境。何俊翻阅想旭遗留的电脑，发现有个网友曾给想旭发送过一条帖子，帖子内正是那款夺命许愿的下载链接。从对方口中得知，这条帖子是2名女孩发布的。他随即拿出2名女孩的照片，左边名叫全诗媛，右边则是巫堂的女儿都慧玲。几人来到了一间废弃的巫堂，在进入房间之前，铃铛手里的罗盘不停地转动，预示着屋内阴气弥漫。他立刻让世雅与何俊紧紧靠在一起，手持驱魔刀凌空划出结界，又在四周撒上驱邪白盐，叮嘱二人无论看见任何诡异景象，都绝对不能踏出结界半步。说完便走进房间查看。留守在外的世雅突然瞥见墙角处伫立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孩，而何俊却什么也看不到。世雅径直走出了结界，朝着女孩走去。只见她指向地面下方的位置，世雅顺着指引的方向低头看去，竟发现了一张合照，还有一件沾染污渍的校服。巫师收到几人发来的线索后，判断这不是一个人所为。虽然法堂和神堂混在一起并不奇怪，但下咒的现场和神堂遗留的东西混杂在一起，他无法判断这到底是在给别人下咒，还是为了救人。不过在2个女孩的照片中，巫师发现当时救世雅时也见过这个东西。 둘 중에 한 명이 그곳에서 영상을 찍었고 거기에 매용이 된 붉은 폰이 있을 거야. 何俊突然想到可以通过照片的定位来查找。 이게 GPS 정보거든? 이걸 입력하면 영상을 찍었던 위치가 나와. 그리고 코드를 봤을 때 모든 영상은 원본 그대로 서버에 업로드됐을 거야. 그럼 서버에 있는 영상을 다운받아서 GPS를 확인하면 된다는 거야? 但系统设有权限限制，仅用服务器注册设备才能登录查询。而这个登录界面，世雅曾在教练的办公电脑上见过。于是几人连夜赶到学校，通过围栏的狗洞钻了进去，成功进入了教练的办公室。在打开电脑后，赫然发现那里竟也许下过愿望。 내가 죽어줬으면 하는 인간이 둘 있거든요? 먼저 최영우. 넌 디폴트로 깔고. 나리가 소원을 빌었다. 那那里为什么还安然无恙呢？夺命许愿第4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该剧一共8集，千万别走开，第5集马上就来。